一张图带您看懂南明的历史。公元1647年正月，清军攻克长沙、常德、浏阳等地也纷纷失陷，湖南大部已被清军占领。与此同时，大西军进入云南，接连攻克胶水、曲靖等地，并准备于云南建立根据地。4月，清军攻克琼州，占领海南岛。16日，苏松提督吴胜兆起兵反清，但因部下的出卖导致起义失败，被清军擒获。5月，大西军在云南连战连捷，屡次击败沙定州反叛势力，先后攻克云南府、临安等重镇，开始在云南站稳脚跟。3日，明军反攻湖北，杀掉驻守此地的清军官员，先后攻克荆南到云阳等地。7月，鲁王朱一海亲率大军攻打福建，并发布檄文号召各地绅民起兵反清。明军连战连捷，先后攻克建宁、建阳等地，不久又在克重镇福州。清朝在福建的统治已基本崩溃。8月，清军继续向湖南南部发起猛攻，永州、靖州等地纷纷失陷。清军所过之处，沿途官员纷纷向清朝上表归附。与此同时，大西军领袖孙可望与明朝云南副使杨未之达成协议，去除大西年号，共同攻略云南，并以前国公穆天波的名义招募南方诸夷。至此，云南大部已被大西军占领。9月，朱荣藩自称监国，率领3营之兵进攻重庆，清兵败退，逃至川北，义军攻克重庆。公元1648年正月，清朝江西提督金生桓杀掉驻守此地的清朝官员，起兵反清，一举占领南昌。江西各个州县纷纷响应，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。清朝在江西的统治已基本瓦解。4月，金生桓亲率大军南下围攻赣州，赣州守将开城向金生桓投降。与此同时，甘肃将领丁国栋也举兵发动起义，连克甘州、凉州、兰州等重镇，并率军围攻巩昌。4月，清朝派大军进攻福建鲁王政权，一举攻克建宁，而后围攻福宁。守城将领刘忠藻不敌清军，兵败自尽。福建各个州县皆向清军投降。15日，清朝两江提督李成栋于广州起兵反清，并简便改装归附明朝。总督童养甲也被迫简便。广东各州官员闻声纷纷归附。24日，明军反攻湖南，于同日攻克常德。闰4月，清军发动对甘肃的征讨，连克陶州、兰州等地，部将米喇应兵败身死。丁国栋只能率余部龟缩于甘肃两州。与此同时，明军于湖南连战连捷，先后收复武冈、郴州等重镇。7月，清军自安庆出发，发动对江西的反攻，连克九江、广信、饶州等地，并率军围攻南昌。身在赣州的金生桓听闻清朝大军来攻，便率部向南昌撤退，在立足未稳之际，被占有人数优势的清军击败，只能败退回城内。金生桓屡次突围，都未能成功，只能派使者向何腾蛟、李成栋等部求救，但均被清军截获。10月，何腾蛟率军连克永州、宝庆等地，清军不敌，只能败退回长沙。11月，钟真营在攻克湘乡、衡山等地之后，进而围攻长沙，但因江西军情紧急，只能从长沙撤围，赶往江西。同月，清军攻克甘州，丁国栋只能退守宿州，并准备联合维吾尔民众共同抗清。16日，清军继续围攻宿州，丁国栋虽率领义军拼死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损失惨重。28日，清军攻克宿州，并在破城后进行屠城，以绝后患。丁国栋被清军俘虏后，被押到北京凌迟处死。此后，因金生桓、李成栋举兵反清，导致清廷对汉人将领的猜忌日渐增加。12月，大同守将江襄因不堪忍受清廷的猜忌和阿济格的羞辱，举兵反清复明，并自称大将军，与清朝宣布决裂。山西各个州县闻声纷纷简便改装，向明朝归附，并改用永历年号。公元1649年正月，南昌城内以弹尽粮绝，陷入杀人而食的险境。金生桓见大势已去，便投湖自杀。清军攻克南昌，不久又攻入湘潭，杀掉明朝抗清将领何腾蛟，并进行屠城，死者不计其数。2月，王永强杀掉清朝巡抚，自称招抚大将军，一举占领榆林。不久又攻占延安，陕北诸州县纷纷望风而降。此时，华夏大地烽烟四起，反清形势开始好转。公元1649年初，大同总兵江襄、延安参将王永强接连起兵反清，占领山西、陕北大量领土，反清形势开始好转。次年4月，山西义军击败清军，一举攻克汾州城，将山西和陕北的抗清根据地连成一片。与此同时，清军在南方发起大规模反攻。2月，清军在剿灭金生桓反叛势力之后，决定继续向南进攻李成栋所部。2日，清军自赣州向李成栋驻地信丰发起进攻，
李成栋出城迎战，但最终不敌清军，只能败退回城内。3月初1，清军发动对信丰的猛烈攻城战，明军军心不稳，顿时大乱，纷纷向南逃窜。慌乱中，李成栋坠马溺水而亡，其余部由副将杜永和继续领兵。此后，清军趁势连克郴州、泉州、晋州等重镇，兵锋直抵贵州。5月，清朝封孔有德为定南王，命其征讨广西。同时，封耿仲明为晋南王，尚可喜为平南王，命其进攻广东。陕西方面，清廷派吴三桂、李国汉等提兵进攻陕北，企图剿灭盘踞在西北地区的抗清起义军势力。吴三桂为显示自己对清廷的忠诚，残酷镇压起义军，连克延安、榆林等地，并在城破后进行屠城。6月，多尔衮亲率大军征讨大同，并将大同城团团围住。8月，大同城内已弹尽粮绝，军民死伤惨重。副将杨振威举兵发动叛乱，在杀害江襄及其兄妹之后，开城向清朝投降。多尔衮命手下在大同城破后进行屠城，除杨振威官属以外的大同军民几乎全部被杀。9月，清朝继续派伯格满达海二王于山西会师进攻汾州。13日，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开汾州城墙，一举攻克汾州，而后对汾州展开屠城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山西株洲县乡绅惧怕清军屠城，纷纷派人擒获驻守当地的义军将领，向清军投降。10月，满达海在连克太谷、沁州之后，又攻占六安，山西的抗清根据地几乎尽失。11月，南明将领王进才击败清军，收复晋州。守城将领严方玉在逃跑途中溺水身亡。12月，吴三桂率军渡过黄河，进攻偏关，义军总督万炼自觉大势已去，自焚而死。清军攻克偏关，至此西北的起义军势力被彻底扑灭。清朝在攻打北方起义军的同时，也对南方各州县发起猛攻。28日，晋南王耿仲明越过梅岭，向南雄发起进攻，于除夕夜破城，歼灭明军约6000余人。广东方面，郑成功为筹措军饷，调集军队大举进攻潮州、揭阳、普宁、惠来等县，皆被郑成功攻克。公元1650年正月，由尚克喜耿继茂率领的清军自南雄出发进攻韶州。驻守此地的南明官员听闻清军即将到来，纷纷弃城逃跑。清军在进入韶州城后，招抚所属的6县。2月，永历帝见清军势大，便不顾群臣的反对，离开广东，自肇庆移驾到梧州。3月，清军抵达广州，尚可喜派使者前往城内招降，但遭到两广总督杜永和的严词拒绝。6日，清军发动对广州的猛烈攻城战，因屡次攻城不利，便命部下于城外挖掘战壕，准备为之。不久，惠州守将黄英杰等人举城向清军投降，清军占领惠州、武冈、郴州等地也被清军占领。6月，郑成功率军围攻潮州，潮州守将郝尚九面对腹背受敌的险境，便负气向清朝上表归附，并派使者向尚可喜耿继茂索不求援。最终，郑成功在潮州城下久攻不克，只能撤军退回到彭山。西南方面，大西军屡次击败明军，攻占贵州、大量领土。9月，刘文秀率军向永宁发起进攻，永宁总兵后天锡主动开城向大西军投降，而后大西军继续向遵义进发。南明守将王祥与西军在乌江展开大战，但最终不敌兵败自刎，大西军趁势攻占遵义。10月，清军在围困广州数月后彻底攻克广州，清军因憎恨广州人民的英勇抵抗，便在城破后进行屠城，据称有70万人遇难，使成庚寅之节。至此，南明所拥有的领土以所剩不多，形势不容乐观。公元1650年11月，孔有德率军攻克桂林，俘虏南明重臣瞿世嗣以及晋江王朱亨英等人，并将其处死。永历帝只能再度乘船逃往南宁。4月，孙可望亲率大军进抵铜仁，至此贵州已基本被大西军占领。永历帝决定封孙可望为纪王，命其带兵前来护卫孙可望应允。同月，和硕亲王多尔衮因病身亡。公元1651年2月，清军将领徐尔显连克肇庆罗定地，孔有德则带兵继续向南连克梧州、柳州。闰2月，湖南永顺、宝庆等土司向清朝上表归附，自此湖南已基本被清军平定。4月，孙可望命部将冯双礼领兵数万进攻湖南。15日，大西军抵达元州，大败驻守此地的清军，活捉敌将郑义统等人，一举攻克元州。而后冯双礼继续率军北上围攻陈州，但因清军的防守严密，致使大西军无功而返。8月，孙可望命刘文秀为将，自建昌、永宁出发，向四川发起进攻。四川大部基本被大西军占领。11月，尚可喜攻克雷州，彻底平定广东。与此同时，大顺余部中真营
自南宁北上前往奎东山区奎东13家已基本形成。12月，清军占领南宁，永历帝再度乘船向西逃亡，最终经归顺、镇安等地逃至广南。孙可望趁势派兵护送永历帝到安龙，并改安龙为安龙，打算挟持永历帝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。公元1652年正月，郑成功率军自海城登陆，沿途守将纷纷向郑成功投降。同时，郑成功接纳鲁王残部进驻厦门，共同抗清。2月，清廷派吴三桂、李国汉等领兵进攻四川，于22日抵达成都。总兵林石泰不敌，向清军开城投降，清军占领成都。此后，清军连克梅州、嘉定等地，我捉明朝总兵龙明阳。3月，吴三桂、李国汉所部继续调兵进攻重庆，明军守将卢明臣自觉不敌，主动放弃重庆。自此，四川大部已被清军占领。入春，清朝为剿灭盘踞在滇黔的大西军，决定兵分两路向西南地区发起猛攻。其中，北路军由吴三桂、李国汉领兵，自嘉定进攻川南；东路军由定南王孔有德领兵出桂林进攻贵州，以达到两面夹击大西军的态势。面对此种形势，大西军领袖孙可望决定针锋相对，兵分两路发动反击。其中，北路军由刘文秀为主将进攻四川，东路军由李定国为主将攻打湖南。5月，由李定国、冯双礼率领的东路军连克原晋、吴港等州，兵锋直抵宝庆。宝庆守将沈永忠见李定国势大，慌忙向孔有德遣使告急。孔有德决定分兵自桂林前往宝庆救援。李定国得知消息，抢在援军到来之前，便一举占领宝庆，斩杀清军5000余人。6月，李定国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桂林，意图一举消灭孔有德所部。其中，左路军由部将冯双礼率领攻打泉州，不久便将其攻克，而后会合右路军一同攻打攸关。孔有德得知消息，便亲率精锐前来夺关。最终因清军战马惧怕大西军的象兵，被大西军打得大败，孔有德只能率残部逃往桂林。李定国乘势追击至桂林，并将其团团包围。7月，孔有德见大势已去，在杀掉全家老小后自焚而死。大西军攻克桂林，广西各州县听闻孔有德战败的消息，纷纷驱除当地清军，向大西军投降。8月，李定国继续率军北上进攻湖南，连克永州、衡州等地。驻守湖南的清军官员听闻大西军到来，纷纷弃城逃窜。大西军兵不血刃，便占领湖南大部。此后，李定国继续南下进攻梧州，献国安等将纷纷弃城逃往广东。大西军收复梧州。与此同时，刘文秀率领的北路军于四川进展顺利，收复嘉定、成都、重庆等重镇。10月，清军于漳州击败郑成功，收复南靖、平和等地。郑成功只能率部退回至厦门，不久又南下攻克青州、琼州，再度占领海南岛。11月，李定国派军攻入江西，连克永兴、安福等地，继而围攻吉安。南明的反攻达到高潮。公元1652年，李定国在湖广的连战连捷，大大震动了清朝政府。清廷慌忙派洪承畴为经略赶往湖广，又命晋景亲王倪堪为定远大将军，率领15万精锐直扑长沙。李定国听闻清朝派大军来攻，便率领大西军退出长沙，准备引诱清军渡过湘江。同时命冯双礼、马敬忠等将于白缟市设伏，只等清军越过衡山，便举兵三面围攻，一举歼灭清军。但孙可望害怕李定国立功，便暗自下令命冯双礼、马敬忠退出战场。11月，倪堪大军抵达衡州，李定国按照计划佯装战败，而后将倪堪引诱至演武亭。此时传来一声炮响，埋伏在周围的大西军从四面杀出来，将清军团团围住。作战中，李定国手持大刀将倪堪劈为两半。清军见主帅战死，顿时大乱，被大西军打得大败。但因冯双礼、马敬忠未能按照计划进入战场，使得大西军未能扩大战果，只能退出衡州。李定国两绝明亡，天下震动。清廷甚至准备要放弃西南地区，与李定国平分天下。与此同时，由刘文秀率领的北路军因轻敌，于保宁被吴三桂击败。孙可望以此为由，削去刘文秀的爵号，并拆分其军队，致使大西军内部人心涣散。21日，孙可望亲率大军进攻陈州，清军不敌总兵徐勇，兵败身死。大西军占领陈州，并将俘虏的清朝官员一律处死。2月，孙可望因嫉妒李定国战功，企图诱骗李定国前来议事，而后趁机杀之。李定国得知消息，为避免自相残杀，便率兵离开湖南，奔赴泉州。清军探知到孙李双方内讧，趁势派贝勒屯骑再度进攻湖南，于途中大败追赶李定国的孙可望军队。
孙可望只能仓皇逃亡至洞江、衡州、武冈、晋州等地，纷纷失陷，军民死伤近100万之多。与此同时，清朝派尚可喜进攻广西，连克梧州和桂林，不久又攻克永州。李定国打下的大好局面几乎损失殆尽。3月，广东的义军邀请李定国入粤，李定国率军进军广东，连克开建德庆等地，继而围攻肇庆，但因清军的拼死抵抗，只能撤军退回至柳州。经此一战，李定国自感兵力不足，便写信邀约郑成功一同攻打广州，但因郑成功误期，导致此次行动未能成功。7月，李定国亲率2万军队进攻桂林，但因清军的严防死守，只能再度退兵回到柳州。此时，孙可望为彻底消灭李定国，便派部将冯双礼领兵偷袭柳州。李定国得知消息，便于途中设置伏兵，大败冯双礼所部。战后，冯双礼在李定国的劝说下归顺礼部。公元1654年正月，鲁王朱以海派部将定西侯张明镇等率领水师进攻镇江，郑成功也率军进抵崇明。李定国趁此时机出兵再度攻打广东，连破连州、雷州等地。两广义军听闻李定国到来，纷纷举兵响应。李定国再度写信邀约郑成功一同攻打广州门户新会。10月，李定国率军发动对新会的攻城战，但连攻2月都未能攻下。11月，郑成功率军进攻福建，连克漳州、泉州等地。12月，李定国于新会被尚可喜、耿继茂率领的10万援军击败，损失大半。李定国只能率残部撤回南宁。沿途近70万百姓纷纷跟随李定国撤退，高雷连3州再度被清军占领。此时，郑成功才因与清军和谈失败，派援兵赶往支援，但李定国早已战败撤退，贻误了战机。公元1655年5月，清朝派郑亲王世子季度领兵数万进攻福建，郑成功决定放弃漳泉2州，退守厦门。次年2月，李定国引永历帝入滇，并与刘文秀部合兵，共同驻守云南。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，刘文秀为蜀王。此后，南明军政大事均归李定国管理。清军趁李定国入川之际，再度占领广西大部。9月，孙可望挑起内战，领兵14万，以清君侧的名义向李定国发起进攻。李定国则率领5万军队前去抵挡，双方在胶水河畔展开大战。最终因孙可望人心尽失，导致众叛亲离，被李定国打得大败。孙可望只能率残部逃往贵州，但所过城镇皆闭门不纳。孙可望见众叛亲离，又惊又气，便率部向清朝投降，并向清军献出西南地区的明军布防图，希望凭借清朝的力量向李定国展开复仇。公元1658年2月，清军在孙可望的引导下，决定兵分3路发动对南明的围剿。其中，北路军由吴三桂、李国汉领兵自四川进攻贵州，南路军由征南将军卓步泰领兵自广西发起进攻，中路军由罗托和洪承畴领兵自湖南发起进攻。此时因李定国忙于镇压叛乱，致使遵义、贵阳等重镇纷纷失陷。7月，永历帝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，向清军发起反击，同时派使者前往奎东13家，请求李来亨派兵策应围攻重庆，但被吴三桂击败后，只能撤军回师。9月，郑成功攻克台州和温州北伐，取得阶段性的胜利。11月，由多尼率领的中路军于鸡公背大败冯双礼所部，而后趁势攻克安庆曲靖重镇。由吴三桂率领的北路军则于七星关击败白文选部，由卓步泰率领的南路军击败明军，一举攻占安龙。守将李成觉兵败身死。李定国得知消息，亲率3万大军赶往支援，双方于沿浙河口展开大战。明军虽奋勇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被清军打得大败。战后，清军对沿途军民展开大屠杀，遇难者有30万人之多。经此一役，明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。12日，李定国率领残部返回昆明，在与穆天波等臣的商议下，决定将主力退往滇西。15日，永历帝率朝廷大臣逃往永昌。公元1659年正月，清军于昆明城外会师，因明军主力都已撤退，清军兵不血刃，便占领昆明。4月，清军为追击永历帝，继续向南进军，于大理再次击败白文选部，一举攻克大理。吴三桂也乘势发兵攻克永昌，永历帝无奈，只能再度逃往腾冲。李定国决定于永昌城外的磨盘山伏击清军，但因部下叛徒的出卖，致使伏击功亏一篑。但清军慑于李定国的勇猛，未敢继续追击。2月，永历帝在权臣马吉祥的挟持下，自腾越逃入缅甸，与李定国彻底失去联系。李定国得知消息，便会和白文选部攻略缅甸，连克孟乃木邦大量领土。3月，清军攻克南宁，不久又连克太平、思恩等州。
广西已基本被清军平定。5月，郑成功张煌言所部率领水师发动北伐，连克滁州、六合等地，并率兵围攻南京。沿江各州纷纷举兵响应，但因郑成功中了清军缓兵之计，被清军突袭，致使郑军大败，只能率余部撤出江南，返回厦门。公元1660年2月，李定国听闻永历帝被缅甸扣留，便会和白文选部举兵进攻缅甸。缅甸集结15万大军前来抵挡，最终在李白二人的力战之下大破缅军。但缅甸王仍然拒绝交出永历帝，李定国大怒，将缅城团团围住。此时因军内瘟疫横行，并死者良多，只能暂时退兵。8月，吴三桂率军攻入缅甸，缅王在清军威胁下将永历帝献给清朝。公元1661年4月，郑成功亲率25000人自金门出发，大败荷兰人，一举收复台湾，并将攻克的赤嵌城改名为东都明京，设置承天府及天兴万年2县。中国开始正式统治台湾岛。公元1662年，郑成功听闻其父郑芝龙被清军斩杀，且水土不服，于5月初8患病身亡。其子郑经在击败郑成功之弟郑世袭后，于台湾继位，成为南明最后的根据地。6月1日，永历帝父子于昆明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。李定国得知消息，悲愤交加，不久便病死于猛犸。其余部大多向清朝投降，南明政权就此宣告灭亡。9月，清朝调动10万大军，发动对奎东13家的大举围剿，最终于康熙3年8月击败李来亨部，彻底消灭奎东13家。自此，南明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反抗力量也被清朝消灭。